想跑，是敢抹尽委屈想走？殿下，我们什么都没做吧？这不重要，本宫给你2个选择。第一，我立刻喊人。我选第2个。第二，去向陛下求亲。求亲，你要嫁给我？穿越而来的韩宁很是意外，眼前的这位大夏王朝长公主不仅风华绝代，而且才华横溢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只是传言克夫1年克死3个青年才俊，而老太君为了能够给侯府留后路，故意安排了这出戏。宁儿，你爷爷年事已高，虽战功赫赫，却树敌颇多，只有拿下长公主，才能保侯府免于倾覆之祸，就是要委屈一下你了。老太君未雨绸缪，深谋远虑，只不过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小侯爷贾戏真坐上了，结果被长公主用花瓶砸死，这才有了他穿越。不对劲，这原主就是个文不成武不就的纨绔，天天逛青楼的主，结果原主都还没进洞，他就上赶着要嫁。阴谋，绝对有阴谋！来人啊，将小混蛋绑了！老太君不必如此，既然该做的也都做了，不如求皇兄赐婚，了却这桩因果。谢殿下。孙儿与长公主酒后失了理智，如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，还请陛下成全。求亲求得这么理直气壮，奶奶你是真虎啊！北京战事吃紧，还需仰仗老侯爷坐镇，降罪是不可能降罪的。可清月毕竟是朕的亲妹，嫁给这么个玩意儿，哼！陛下您有话直说。老太君，此乃天意使然，朕自当成全。只不过长公主的婚事还需禀明太后，老太君先回去等朕消息吧。谢陛下恩典，老身告退。宁儿，老身好不容易才帮你搞定这桩事，你不会嫌弃长公主嫁过人吧？奶奶啊，长公主虽然嫁过人，但并未行周公之礼，身材与美貌都无可挑剔。你孙儿我是个什么鸟样，也配去嫌弃别人？不错，我孙儿长大了，有自知之明了。奶奶，孙儿有一事不明，长公主为何会主动让我们去求亲？因为她急需一场婚事。为何？南宫太后想把她嫁去楚国和亲，大夏与大楚矛盾重重，长公主自然不愿意。原来如此，双向奔赴的算计，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，纯纯大冤种。对了，我让你装疯卖傻演戏，你怎么还假戏真做上了？奶奶，我这不是当时没控制住吗？总不能说原主已经答了，我是穿越来的吧？对了，奶奶，这件事二叔和二婶知道吗？记住，此事对外只说是意外，是你的癔症发作了。孙儿明白。丁少爷，前世搬砖累成狗，今生当爷被伺候，穿越成不欺我。站住！刘婉玉是侯府的主母，因为韩宁的父亲早年战死沙场，母亲郁郁而终，二叔又是个武夫，所以府里的大小事务都落到了他这个倒霉婶婶的身上。灵音妹妹，好久不见，让堂哥来给你检查一下身体。呀，我是长得很吓人吗？上辈子我还是校草呢。小混蛋，别吓唬你妹了，快告诉我，你冒犯了长公主，陛下叫你去都说什么了？陛下说回去等着。陛下的语气是什么样的？你学一个给我看看。回去给朕等着。啊！陛下真的这么说？对啊，就是这么说的。完了，死定了！娘，堂哥又干了什么坏事？没什么。婶婶也不用太过悲观，陛下也没说要降罪啊。陛下一怒还能有好？我们都要被你害死了，造孽啊！侯府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傻小子？说不定傻人有傻福呢。蠢货，我懒得跟你说。那侄儿先回去了，灵音妹妹回见。少爷，您回来了。清禅是原主的侍女，不仅长得俊俏，身手还不俗，除了照顾起居，还负责保护原主的安全，就是性子有点冷，而且不让碰。不让碰，小爷今天偏要碰。清禅，备桶热水，顺便
给爷搓个背。你魂穿大夏王朝，成为太平侯唯一的嫡孙，不料天胡开局的你，却因老侯爷武功盖世，功高盖主，受到当朝皇帝的猜忌，不得不装疯卖傻。哎呀，不就是让一起洗个澡吗？我又不是真疯了，至于下这么重的手？没错，原主确实没疯，众人眼中的癔症，只是他练功走火入了魔。韩家有一门家传功法，叫八九玄经，只传嫡子。原主自幼便开始修炼，却因修炼出错，导致走火入魔，经常神志不清。一个没未来的侯府，皇室自然就放心了。而这秘密只有老侯爷和老太君知道，连二叔都被蒙在鼓里。听说原主将功法停练了1年，癔症才没再发作。这玩意还是少练为妙，免得又走火入魔，光屁股跑出去裸奔。小宁起这么早，二叔，你现在是几品境界？还是7品？他娘的，想要突破老费劲了。7品，那可是凤毛麟角的存在啊！整个大夏也就爷爷和禁军大统领杨天战是9品高手吧？不错，也就他们俩能摸到9品门槛，大宗师更是100年没出过了。可我听说，就算是9品高手，也没法凭一己之力左右战场局势。我爹当年是8品，不还是……唉，你爹那是命苦，遇上了敌军埋伏。说白了，高手在千军万马面前，顶多杀个几百人，终究顶不过大军冲击。不说这个了，二叔今天怎么不去衙门？告了个假，你婶婶她病了。哦，倒霉婶婶病了，那得去看看。婶婶，你昨晚做贼去了？小兔崽子，你来干什么？听说婶婶病了，侄儿特来探望啊。还不是因为你。二爷夫人，圣旨来了。什么？圣旨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太平侯嫡孙韩宁性格乖巧，与长公主情投意合，双方八字和谐，实为良配。朕与予以赐婚，一切礼仪、交友礼不合司天监操办，择日完婚，亲子。这下的刘婉玉尿不湿都尿湿了，本以为是降罪，谁曾想竟然是赐婚。小混蛋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还能有啥？肯定就是陛下觉得我和长公主般配，特意成人之美呗。话虽是这么说，但根据原主记忆，全天下最有权势之人其实不是夏皇，而是南宫太后。关于这位南宫太后的事迹，可以简单用16个字概括：祝夫夺嫡，福子上位，幕后辅政，牛逼坏了。只是传闻她不喜欢长公主，怎么会同意赐婚？哈哈，我就说不用担心，小宁这是因祸得福，必须好好庆祝。禀老太君，长公主派人来了，请小侯爷去趟公主府。人呢？在大门口等着，说让小侯爷立刻启程，不得耽搁。圣旨刚下，就叫我去，肯定没好事。记住，莫要失礼。知道了，奶奶。都扑倒过了，失不失礼的还重要吗？一路颠簸，很快便到了公主府。见过长公主殿下。哼，你竟然有胆子来！殿下有命，岂敢不来？你不怕我杀了你？殿下舍不得杀我的。为什么？殿下为了逃避和亲才主动求亲，现在婚都赐了，杀我岂不是自找麻烦？除非你脑子抽风了。杀了你，我再找一个便是。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可不好找。呵，像你脸皮这么厚的确实罕见。昨天是破碎美，今天是明艳动人，这要是娶回家，怕是3天下不了床。油嘴滑舌，本公主有个问题要问你，你若敢隐瞒，本公主就挖了你的眼睛，断了你的根。殿下请问，昨日你是犯病了，还是故意那样做的？什么？哪样做？本宫不喜欢开玩笑，你最好认真点。我是故意的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如若本宫禀报陛下，你可知这是欺君之罪？我不会承认的，我有病，经常胡说八道，殿下肯定是听错了。既然怕死，为何要承认？我不想骗殿下，正所谓夫妻本是前世缘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我们快要成亲了，自然要坦诚相待。成亲？哼，你觉得本宫真会嫁给一个傻子吗？殿下何意？礼部将婚期定在10月18，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，
届时我要你去向陛下解除婚约。3个月后，楚国使臣会来和亲，他是拿我当挡箭牌，用完再一脚踢开，这不是提上裤子不认人吗？如果我不同意呢？本宫有个名号，你应该听过。什么名号？克夫公主。一年克死3个青年才俊，就连原主也被他一花瓶砸死，确实克夫。只不过我命硬。命硬？呵呵，我这公主府很大，你若坚持不退婚，本宫就找个院子豢养个小太监，倒也无妨。卧槽，这么狠！长公主虽然诱人，但强扭的瓜不甜。而且既然来到腐朽的封建王朝，我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？行吧，我答应了。不是说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风流吗？他怎么这么怂？还是说我的魅力不够？你真的答应退婚？当然，我又不是舔狗。舔狗？殿下，你听不懂就算了，你只需要知道，若是你嫁给我，肯定不亏。可惜了。殿下，他有胆子找陛下退婚吗？退婚可是打皇室的脸啊！哼，本宫也没指望他，只要到时候他听话，我自有办法。要不要派人保护一下？我怕太后会对他不利。没必要，韩宁是太平侯唯一嫡孙，南宫太后应该不会乱来，还是谨慎一点好，让红英去吧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嫁给他不亏，竟然能说出这么不要脸的话，一个傻子，谁给他的自信？谁在骂我？奶奶的，也不派个马车送小爷。别人穿越都是配角降智，美女倒贴，偏偏到了他穿越，画风就长得完全不一样了。漂亮就算了，还有脑子，想征服这种女人，还真是牙签脚大缸，难搞啊！老天爷，请赐我一个耳鼻吧，让我也龙傲天一次。哟，这不是侯府那傻子吗？耳鼻来了，心想事成。拦路的是户部侍郎之子孙浩，带着朱全、赵俊2个官二代跟班，都是京都纨绔。几人曾是通文馆同窗，却因原主经常犯病，常年遭霸凌。小傻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狗不挡道，滚！嘿，这傻子长能耐了啊，敢顶嘴了。孙少，你说怎么弄？要不先打一顿？打一顿都没意思，都是读书人，又不是粗鄙的武夫。不如让这小傻子学狗叫，再从本公子胯下钻过去。好主意，小傻子，听见没？快趴下学狗叫！我要看钻裆速度。孙公子，小畜生，你敢对孙公子动手？犯贱！宁少爷，老太君让你回来后立刻过去一趟。福伯爷爷的老部下当年征战受伤退下来的，连奶奶都得给3分薄面，在府里分量不轻。知道了，福伯。奶奶，长公主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。都说了些什么？他都猜到了，还让我退婚。那我问你，你对长公主可还满意？奶奶，我满意也没用啊。满意就行，还有3个月时间，与其想退婚，不如想怎么赢得她的好感，让她心甘情愿嫁给你。奶奶，你想让我当舔狗？相信奶奶，长公主这样的女人值得你舔一舔，只要你能将她舔回来做老婆，将来会受益无穷。舔一舔？什么虎狼之子？这老太太的接受能力还真强。奶奶，怕是有点难啊。不急，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尽力便可。即便到时候她依旧看不上你，奶奶也有办法让她心甘情愿地嫁给你。老太君还有后手，这个奶奶也不简单啊。长公主爱才，你的书读得不好，这是弱项。我帮你弄了个名额，明日跟灵音一起去国子监读书，特别是诗词方面，可以多向灵音请教。诗词，本少爷坐拥大夏5000年底蕴，还不是有手就行。奶奶放心，我会好好学习的。国子监不比一般地方，里面读书的不是皇子皇孙，就是王公贵族子弟，教书的夫子也都大有来头，要谨言慎行。功夫暂时莫要再练，以免失控。知道了，奶奶。尽量找机会跟长公主接触，女人都是慕强的，不要一味的舔，否则反而会被看轻。
老太君，长公主派了一名高手暗中跟着少爷，应该是公主府的9级之一，要不要打发走？长公主是为了保护宁儿，不用理会。还有一事，少爷返回途中把孙侍郎之子孙浩给打了。宁儿动用功夫了？没有，少爷捡了块板砖，一板砖将孙浩拍倒。小混蛋，还挺有分寸。灵音妹妹，早啊！小侯爷以前有次癔症犯了，发疯闯进了他房间，正好撞见他在沐浴，这给韩灵英留下了心理阴影。不就以前偷看过他洗澡吗？至于这么怕我？时间不早了，走吧，去国子监。韩灵英一提醒，他立刻想了起来，昨天老太君说给他弄了个名额，让他跟灵英妹妹去国子监读书。你在通文馆学过诗词吗？学过吧，不记得了。懂韵律平仄吗？不懂。唉，奶奶让你好好学习写诗，这是我的学习札记，你可以看看，有不懂的随时问我。嘿嘿，谢灵音妹妹，我确实有很多问题想向你请教的。这哪里是学府，简直是贵族庄园。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，也是官僚机构，只有一小部分区域开设了学堂，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官衙。韩灵英先带他办了手续，拿到了学子出入的腰牌，然后又给他介绍了一下各个学堂的位置，并提醒他不要闯祸。韩小姐，这家伙看灵音的眼神没安好心。见过世子殿下。韩小姐免礼。世子殿下你好啊。小子，你是谁？世子殿下，他是我堂哥。世子就是侯府那个傻子小侯爷。一个傻子来国子监读书？灵英妹妹，你没搞错吧？不过你若求我，本世子便赏他个旁听的资格。哼，身为世子，目无尊长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，见了长辈也不知道行礼。国子监的夫子就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完了，闯大祸了。小子，你说什么？说你目无尊长，听不懂吗？你个傻子，也配谈尊长？世子殿下，我堂哥他癔症发作了。灵音妹妹，我没说错啊，你忘了赐婚圣旨以下，长公主是他姑姑，论辈分，难道他不该叫我一声姑父？对啊，大哥是世子姑父，那我岂不也成了世子长辈？大侄子叫声姑父来听听。小子，你算了，不跟小辈一般见识。灵音妹妹，我们走。咦，那人是谁啊？居然敢跟韩小姐坐一起？不知道，没见过。要是让世子殿下看见，有他罪受。世子来了，有好戏看了。滚开！这么霸道，古代版校园霸凌。世子殿下是不是在泡你？泡我？就是追求你的意思。别乱说。世子殿下居然这都能忍，难道那小子连世子也招惹不起？不可能，这国子监里就没有世子殿下招惹不起的人。你们不看书温习，都在干嘛？夫子，有个外人混进来了。世子殿下，小侯爷是破格录取的。小侯爷，难道是侯府那个傻子？为何要破格录取一个傻子？这个，世子殿下是司业大人破格录取的。国子监司业便是长公主。我靠，还真是侯府的傻子。怪不得世子一直隐而不发，原来是遇到了姑父啊。被破格录取一定有过人之处，不如黎夫子考一考他，也好让我们长长见识。考他，考他！群情激愤，黎夫子只能顺水推舟。小伙爷，你是新生，老夫需要了解一下你的学识，这样才方便教导。考什么？老夫今日准备讲解诗词，就考一下诗词吧。完了，大哥之前写的诗。风流少年太轻狂，错过大把好姑娘。回身再想把妹追，妹妹已成孩子娘。这次肯定要丢脸了。小侯爷，你写一首自己做过最满意的诗便可，老夫也好知道你的水平，便于教导。行，写就写。
不能写得太深，否则本少爷的人设就崩了，但也不能写得太差，否则会被看笑话。有了，只会写个鹅字吗？怕不是凑不出别的字了。这也配叫诗，真是逗死我了。完了完了，太丢人了。这有点意思啊，鹅起颈对着天空唱歌，加上前面3个鹅字，十分形象啊，脑子里的画面都出来了。好一个福字，搞定。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哈哈哈哈哈！好诗，小侯爷，诗名为何？咏鹅。咏鹅，好一个形象生动的咏鹅，文笔不俗，功底尚在，过关了。确实不错，用词精妙，形象生动。可是不对啊，他不是个傻子吗？灵音妹妹，这诗是你所做的吧？肯定是抄韩小姐的。没错，从文笔上看，就像是韩小姐所做。居然抄自己妹妹的诗，真够不要脸的。不是，这不是我的诗。韩小姐，你不用维护他，虽然他是你大哥，但抄诗与偷窃无异，为读书人之所不耻，你应该勇敢地揭发他才是。一群白痴，不可理喻。小侯爷，此诗你从何处抄袭？速速招来，莫要狡辩。从你祖宗那里抄的。你竟敢骂人！我骂你怎么了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抄了？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老气横秋地审问我？这帮臭小子说说也就罢了，你一把年纪了，简单的道理都不懂，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你粗鄙，目无师长。老家伙荡秋千，装什么孙子？就你一个逢迎拍马、欺软怕硬的老东西，也配为人师？我呸！你什么你？身为国子监的夫子，是非不分，道理不明，说话就像狗掀门帘子，全凭一张嘴，简直就是误人子弟。小爷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卧槽，居然骂吐血了！大哥，闯祸了，快跑啊！走就走，这破学不上也罢。算了，读个鸡毛书，还是做我的纨绔小侯爷吧。殿下，出了何事？刚刚小侯爷把黎夫子骂吐血了。他人呢？趁乱溜了出去，正在街上闲逛。第一天就这么不安分？他写的什么诗？为何黎夫子说他是抄的？应该是迫于世子殿下的压力。此前小侯爷与世子起了点摩擦，还逼着世子叫他姑父呢。姑父？不过他说的倒也没错。诗呢？奴婢带来了，念吧。咏鹅，鹅，曲项向天歌，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给我看看。字写的一般，但诗确实不错。虽然只是一首小诗，黎夫子年事已高，已经不适合留在国子监了，让他回去养老吧。是，殿下。那小侯爷呢？他不是连黎夫子都看不上吗？那以后黎夫子的课就让他来教吧。殿下好坏呀！读书，我读个锤子，好不容易投了个好胎，傻子才读书。咦，小侯爷？王宝宝是原主通文馆同窗，京都富商王家大少爷，与原主一般文不成武不就，是草包也是败家子，却极讲义气，志趣相投，常出双入对，吃喝游乐，青楼听曲。王大少，瞧啊！小侯爷，我们真是心有灵犀。走，今天我做东。什么心有灵犀？去哪？当然是百花楼啊！今晚花魁娘子有节目，我就知道你会来。花魁娘子，晚霓裳，百花楼花魁，京都第一舞姬，每个月15，晚霓裳才会在百花楼为客人献舞一曲，而今天正好是6月15。大爷，进来喝一杯呀！百花楼的姑娘，包您满意。王大少，我说我是正好路过，你信吗？嘿嘿，我信你个鬼！你小子坏得很。哎，肯定是原主的本能在作祟。正所谓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批判糟粕，只能先深入了解再说了。糟粕，全是糟粕。不过这大长腿确实值得批判。嘿嘿，这不比读书有意思多了。
还真是冤家路窄。小侯爷，别理他们，喝酒。来了，花魁娘子来了。让诸位公子久等了。这一颦一笑也太勾人了，不愧是京都第一花魁，放前世妥妥的热巴级别。婉姑娘对我笑了，奴家献丑了。在下愿与婉姑娘彻夜长谈，一点心意还望婉姑娘收下。孙公子的心意，霓裳心领了。霓裳今晚身体不适，还请孙公子多担待。哼，这憨子被婉拒了。诸位公子，今晚奴家有件要事宣布：1月后，百花楼将办诗词大会，胜出者可获霓裳出夜。抱歉抱歉，无妨，我也差点喷了。奴家告退，诸位公子玩得尽兴。能赢婉姑娘出夜，死也值了。在下回去读书了，你们慢慢喝。卧槽，你来真的！搏一搏，万一有奇迹呢？小侯爷，我先入洞房了。小侯爷，我们也回房间吧。我今晚还有事，改日。你是不是男人啊？真刀真枪就算了，我怕得病啊。孙少真要动手，那小子发狂挺狠的。放心，我都安排好了，今晚把这傻子打出屎来。走，跟上。诸位好汉，认错人了吧？傻子小侯爷，京都谁人不识？受人之托，打断你的2条狗腿。就这些家当，要不你们换个人结？我们不打劫，那不如谈笔生意，对方出多少，我出双倍。出来混要有节操。10倍。大哥，10倍就是500两，孙少才给50两啊。什么？姓孙的才出50两？我好歹也是个小侯爷，他这是看不起谁呢？真是撅屁股看天，有眼无珠，老子要挖了他的狗眼！他们怎么还不动手？放心，这些人绝对可靠。小侯爷，我们可以答应你的要求，但要先收1半定金，也就是250两。成交，我这就回府取银。等等，你跑了怎么办？留这儿做人质，我派人去取。靠，怎么突然长脑子了？虎爷，别跟他废话了，先将他绑起来再说，以免夜长梦多。好，动手。看来只能拼了。找死！吃我一刀！好男不跟女斗，告辞。虎爷，你兄弟不要了，说好的义气呢？兄弟送给你了。马德比我还不要脸。少爷，这些人怎么处理？不用管，走吧，回家。少爷，退后。卧槽，还有高手！势均力敌。清禅，那人肩上淬了毒，我中毒了。怎么不早说？别乱动！你别乱来！笨蛋，我帮你把毒吸出来。说着，韩宁俯身对着伤口吸了上去。少爷，我只是个奴婢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刚才我看你挺享受的。说正经的，少爷，到底是谁要杀你？前面的虎爷应该是孙浩找来的，后面那个杀手可能是夏弘毅的人。瑞王府世子，你怎么得罪他的？发生了一点小摩擦。不行，这事儿必须马上告诉老太君。太晚了，奶奶肯定睡了，明天再说吧。你这么大的床，一起睡。罢了，迟早是少爷的人。居然睡着了。我靠，伤这么重还没嘎，这是个狠人。孙少，你找的这虎爷也太菜了吧，连个傻子都搞不定。我以为他是个高手，谁知道是个废物。妈的！
孙浩以为蒙面黑衣人是虎爷，拿着一袋银子扔了过去。废物，你是怎么办事的？这是50两，拿着银子赶紧滚！ 50两。过了很久，虎爷确定杀手走了，才爬出来。死都死了。小宁啊，婶婶快吃。大哥，灵音也吃，不然我全造完了。大哥，国子监监视大人让你去。不去，我不是读书的料。小宁，国子监不是要罚你，是让你去当夫子。啥？让我教书？疯了吧？四爷大人说你不去，就让我别去读书了。哎，谁让我是疼妹妹的好大哥，这苦差事我扛了。你真答应了？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嘛。夫人，不好了，皇城司来人了，说要找少爷谈谈。小兔崽子，你又惹什么事儿？我擦，皇城司可是类似于历史上东厂、西厂之类的特务机构，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。老子怎么惹他们了？小兔崽子，你昨天还闯其他祸了。二婶，可能就是个误会，我先去看看。韩宁快步穿过庭院，走向大厅。福伯，少爷，这位是皇城司董金刀，昨夜孙浩遇害，想找你问几句话。什么？孙浩死了？听闻你与孙公子素有过节。确实，前几天他找我麻烦，被我痛扁，昨晚还派虎爷和打手暗算我。还好青蝉打跑了他们，我们连夜回府，没想到他居然死了。虎爷的手下已招供，孙浩只是想教训你，并未满凶杀人。果然不是一伙的。那杀手是6品高手，用剑胸膛被青蝉划伤，剑上还淬了毒。多谢小侯爷提供线索，告辞。福伯，您认识董金刀？快教我功夫。教不了啊，少爷，你天生奇经9脉，比常人多一条，修炼内力必走火入魔。我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天生废体吗？也罢，既然成为不了高手，那就不强求了，搞点别的玩玩。走，去国子监当夫子。当夫子？少爷莫不是疯了？那些小兔崽子，看我怎么调教他们！世人皆知他不学无术，终日出入烟花之地，却被长公主塞进国子监当夫子。谁知他第一天上课就体罚当朝郡主，还说在课堂上他最大，皇帝来了也没用。此时国子监学堂内，一群贵族子弟议论着新夫子。后排，长公主夏清月和侍女红莲易容坐着。怎么还不来？如此懒散。殿下来了。小子，你还敢来？带块板子来干什么？夫子快来了，还不快滚下去！闭嘴，都给我肃静。我就是你们新来的夫子。傻子也能当夫子？傻大哥，快下来吧。他要是夫子，我把那块木板吃了。瞪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。卧槽，来真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新夫子，有任何疑问去找司业大人。众人听到司业大人，瞬间明白这是关系户，还知道拿本宫出来做挡箭牌，倒是有点脑子。你上来，年纪不大，嚣张得很，小胖丫头，今天就拿你开刀了。切，上去就上去。怎么，小夫子，你要让我吃木板吗？吃木板就免了，但你目无尊长，课堂上大声喧哗，本夫子要体罚你。你敢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也不重要。啊，你敢打我？殿下要阻止吗？无妨，再看看。我是雪郡主，我爹是南郡王，陛下是我大表哥，太后是我姑祖母。在这学堂我最大，不听话就受罚。闭嘴，再哭打屁股。下去吧。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在课堂上不准喧哗，否则尺子伺候。还有，每次上课前都要站起来向夫子鞠躬问好，以示尊重。今天世子哥哥没来，先逼他锋芒。不错，懂事多了。下面开始上课。呵，你懂诗词吗？诗词乃是小道，本夫子要教你们大道。这是黑板教学工具，可写字，可擦除，反复使用。哼，有点意思。这其实不算什么发明，穷人家的孩子买不起纸，经常用木炭和石灰石写字，但像韩宁这样做成黑板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
原来这木板是这么用的，之前还一头雾水。请问小夫子，什么是大道？问得好。科学是什么？殿下，您懂吗？从未听闻。科学是人类通过观察、实验、逻辑推理总结的规律，是知识体系，具有实证性、逻辑性。不懂没关系，今天先从数学开始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。你在画符吗？你不会要教我们巫术吧？说你蠢，你还不信？这叫阿拉伯数字，0代表0，1代表1。你才蠢，拿这些符号代替数字有什么用？3个优点：简洁易写，方便计算。方便计算？不可能，筹算比这简单多了。要不比一比，我一个人挑你们所有人，谁算的比我快，我立刻滚出国子监。我赢了，你们以后见到我都要行礼问好。比就比。你不用算盘。不需要。今天夫子用小刀拉拉你们的屁股，让你们开开眼。不用算盘还敢这么嚣张？我来考你一题：1斗米127文，3756斗米，共计多少文钱？477012文。他算的对吗？殿下，他蒙对了。我抄，真的是477012文。瞎蒙的吧？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你们瞎蒙一个试试。一次不能说明问题，我再来考你。玉钗1638两，玉佩3245两，锦袍268两，胭脂63两，共多少两？5214两。我去，又算对了。你们输了，下次见我记得行礼问好。学生们从嘲讽变为敬佩。韩宁趁热打铁，写下惩罚口诀表。学子们聚精会神听讲。下课后，夏清月向红莲吩咐道：“带他来兰亭阁见我。”殿下又见面了。这里是国子监，叫我思叶大人。好的，女王大人，找我有事。哼，我问你，今日你上课都教了些什么？1. 尊师重道，2. 数学。呵呵，这女人果然去偷听我的课了。这种符号数字有什么用？用处大了。若只是少量计算，优势还不太明显，可一旦涉及海量核算，比如统计税收，快的就不止1星半点。真的假的？每年统计税收都是件浩大的工程，不仅费时费力，还特别容易出错。你看，哪个直观，一目了然。虽能提升一点效率，但推广费时费力，未必值得。思叶大人，单次快一点不起眼，但长年累月攒起来就很可观，还能省纸墨、省人工，算得更准，推广肯定值。你是如何想出这种数字的？瞎琢磨的。此时的夏清月已经意识到，这套符号对国家财政有难以估量的价值。你先写一套完整计算方法给本宫看看，如果适用，本宫会与祭酒大人商议推广。好。红莲，带他去夫子楼安排房间。小侯爷，请随我来。红莲姐姐，我能问下我的工资是多少吗？工资就是月俸。国子监夫子从7品，月俸5两银子。啥？才5两？5两不够百花楼一顿花酒钱，这夫子的待遇也太低了，狗都不干。卧槽，这颜值，狗不干我干！为教育献身，我辈义不容辞。你在看什么？红莲姐姐，你长得真好看。小侯爷，你见到女孩子都这样吗？当然不是，只对漂亮的才赞美。油嘴滑舌。两人来到夫子楼，几个老夫子投来好奇的目光。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新来的韩夫子。大家好。红莲姑娘，你没搞错吧？这小子毛都没长齐。老家伙，正所谓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空活百岁。你一把年纪了，竟然如此浅薄，国子监的夫子水平都这么低吗？你红口小儿。我想起来了，他是太平侯府的傻子小侯爷，昨天把黎夫子骂吐血的就是他。什么？老夫子们顿时炸锅。长公主太胡闹了，任命一个傻子当夫子，滑天下之大稽。不行，老夫反对，这小儿不走，我走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找祭酒大人，不给个说法，老夫也走。
大夏国子监的最高领导和皇城司的最高特务头子，本是水火不容的两个人，此刻却坐在一起下棋。但他们下的不是棋，而是人心，是国运，更是人命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你还是这么天真。曹成夹起一枚白子落下，棋盘上黑子的大龙被瞬间截断，再无生机。嗨，被你识破了，老夫认输。说吧，你这大忙人找我何事？孙侍郎的公子死在了内城，陛下震怒，责令皇城司彻查。这事儿我听说了，是楚国细作混入了内城，他们的目标就在国子监。谁？太平侯府的小侯爷，现在是国子监的夫子。曹公公放心，只要小侯爷在国子监，就不会有危险。倒不是担心那小子的安全，而是我想让他帮个忙，做个诱饵，将天命司的杀手引出来。不行，国子监是读书育人之地，学生岂能当你们皇城司的棋子？楚国天命司行事诡昧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不尽快将他们找出来，后患无穷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萧云木沉眉看向山路，只见几个老夫子气喘吁吁地爬上来。祭酒大人，可算找到您了。祭酒大人，你要是再不管，国子监要翻天了。怎么翻天了？长公主任命小侯爷与夫子，就是太平侯府的小侯爷。这有何不妥？祭酒大人，那小子毛都没长齐，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，这也太过儿戏了。3年前长公主进入国子监时，也只有17吧。你们读了一辈子经史子集，怎么还以年龄论人？那小子怎么能跟长公主相比？长公主学富五车，我们服。可小侯爷患有癔症，是个傻子，让傻子授课，这不是搞笑吗？没错，国子监乃天下学子的圣地，这样搞事砸了国子监的招牌。好了，你们的担心也有道理。这样吧，老夫亲自去看看，先考察他几天，再做决定。韩宁的数学课彻底火了，国子监的很多学子闻风而来。这天，甚至连甩手掌柜萧云木也来了。居然来了这么多人，老夫以前开课还没这一半多。上课。夫子好。我操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群小兔崽子，个个都是京城里有名的纨绔子弟，就算是老夫的课，也不见这么有礼貌。难不成是吃错药了？坐下。夫子今天讲什么？接着讲数学。可是小夫子，你昨天教的加减乘除，我们都已经学会了。这么快？看来这些古代学霸的基础是真不错，只是受制于时代局限。谁说数学就只有加减乘除？那只是冰山一角。那还能有什么？还有很多，比如几何、代数、高数就算了，都还给老师了。今天我教你们几何图形。韩宁先在黑板上科普了下点、线、面、边长、周长、面积的概念，然后从最简单的正方形开始讲起。这啥玩意儿？小子是在研究奇门遁甲吗？萧云木盯着黑板上的各种图形，听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，不知不觉一堂课就结束了。韩宁下课后回到夫子楼，他累得够呛，往床榻上一躺，就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。谁？小侯爷。红莲姑娘，你这是闯我寝房，想劫色啊？油嘴滑舌，跟我来，祭酒大人要见你。楚国天命司，曹公公是太后的人，他的话未必可信。这件事上，我相信他。所以，老师的意思是，曹成说的对，楚国天命司行事诡昧，让小侯爷一直躲在国子监也不是长久之计，不如主动出击。本宫信不过那个大太监。这里是大夏京都，天命司不会派太多人来，无需皇城司，我们可以自己将天命司的人找出来。好，我来安排。长公主离开后，红莲带着韩宁走进来。祭酒大人，小侯爷带到。
正好有些口渴，祭酒大人不介意请我喝杯茶吧？好茶居然还有种特别的异香。祭酒大人面前不得无礼。无妨，你这小子倒是有趣。坐吧，老太君近来身子可好？你认识我奶奶？岂止是认识，老夫当年要是脸皮厚点，我就是你爷爷了。往事不堪回首啊！我咋从没听奶奶提过？还不是因为你爷爷那醋坛子，想知道细节。想。等着。不喝茶了，喝酒，边喝边聊。好嘞，正好馋酒了。这是我珍藏的雪花酿，你尝尝。爽，比百花楼的酒强多了。百花楼的那也算酒。嘿嘿，祭酒大人也去过百花楼。老牌子了，开了几十年。我记得以前有个花魁叫思梦，那风姿叫一个绝。卧槽，这糟老头子竟是同道中人。小红啊，你先回去吧，难得遇见个有趣的小子，我和他喝几杯。你少喝点儿。红莲丢下一句话，转身走了。小侯爷，刚刚说到哪儿了？说到花魁思梦。对，花魁思梦好久远了，如果还活着，也是个老太婆了。岁月不饶人啊！百花楼现在还有花魁吗？有啊，现在的花魁叫婉霓裳，不仅长得艳若桃花，而且舞跳的那叫一个绝，被称为京都第一舞姬。你小子是不是经常去？偶尔。人不风流枉少年，酒不穿肠枉成仙。下个月15，百花楼举办诗词大会，胜者将会获得花魁娘子的初夜。祭酒大人，你要不要去参加？嗨，老夫要是再年轻20岁，可以一战。现在就算了，还是你们年轻人去吧。听说你小子不会写诗，是不太会。没事儿，回头我帮你写几首，肯定能搞定那个花魁。好嘞，多谢祭酒大人。这老头子年轻时肯定是个大情种。对了，说说我奶奶的事呗。你奶奶叫东方文惠，原是楚国东方家的大小姐，当年不愿嫁楚国太子，逃婚来的大夏。我奶奶长得好看吗？好看。当年京都本来有3大美人，你奶奶来了之后，就变成了4大美人。4大美人，另外3个都是谁啊？南宫太后、长公主母妃，还有方才说的花魁思梦。好家伙，还是当皇帝好，4大美人占俩。岁月催人老，花开终有时。小子，你记住了，人不风流枉少年，遇到合适的，该踩还得踩，莫待成遗憾。小子受教了，来走一个。后来啊，你奶奶独自来到了我们大夏，就遇见了我和你爷爷。可惜当年老夫年少轻狂，被你爷爷那个老登给捷足先登了。片刻后，萧云木醉倒了，眯着眼躺在椅子上。你奶奶是个奇女子，当年明明是我先遇见她的。咦，红莲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梦醒了。祭酒大人呐，我正事还没说呢。他有事走了，什么正事儿？长公子啊，就是俸禄。殿下要见你，跟我来。不一会，两人来到了兰亭阁。殿下，小侯爷到了。听到红莲的声音，他缓缓转过身。卧槽，原来真有如此完美的侧颜杀。让你写的阿拉伯算术写好了吗？已经写好了。还不错，但筹算毕竟是小类，文章、诗词、策论才是正途，这方面你需多下功夫。殿下，其实我的文化水平也还可以。是吗？那本宫便考考你的诗词。如果我能通过考核，殿下陪我吃顿饭如何？可以，不过时间地点我来定。嘿嘿，约会成功了一半。殿下要怎么考？本宫也不为难你，你把你最满意的诗写给本宫看看，只要韵律合格，就算你过关。红莲笔墨伺候。白痴。夏清月看过来，红莲只好走到书桌前铺纸研磨。可以啦，写吧。唐寅大才子，借您老人家的把妹诗一用。写这么多字，这是诗吗？诗歌不分家，一诗一歌。
他说着，在开头补上诗名《桃花庵歌》。殿下，我写完了。夏清月走到桌边，一看密密麻麻的字，微微有些失望，随即神色渐变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不见武林豪杰木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意境极高，淡泊洒脱，他这般年纪怎会有此心境？难道这诗写得很好，念着倒挺顺口？殿下慢慢看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静候佳音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写得好，写得妙啊！确实是首好诗，只是不知他从何处抄来。有没有可能就是那小子自己写的？不可能，他没有诗才。何以见得？京都谁人不知，他是个纨绔子弟，不仅是废柴，还是个傻子。昨日我与那小家伙聊了许久，他看似痴傻，实则比猴还精，而且他性子洒脱，全然不似寻常少年。若他是傻子，这天下便没几个聪明人了。难道他的议政也是假的？所谓议政，不过是幌子，目的是让陛下放心罢了。看看这诗，小小年纪便有此思想境界，你们啊，都被那小子骗了。难不成我真看走眼了？先不说这个天命司的事，殿下准备的如何了？回老师的话，一切就绪，就等鱼儿上钩。殿下，5年之期已到，如今殿下已站稳脚跟，这5年，老夫信守你母亲的承诺，该做的都做了，殿下让老夫离开吧。恩师在上，请受清月一拜。老夫厌恶朝中争斗，所幸这5年，殿下秉性未变，甚感欣慰。是老师教导有方。京都权势如无底深渊，深陷其中便无法自拔。老夫希望殿下莫要成为下一个南宫太后。清月一定谨记老师教诲。韩家那小子不错，殿下要以诚相待，莫要错过了。老师，我……第二天一早，韩宁与长公主乘坐马车去郊外游湖野餐。殿下，我们去哪里约会？翡月湖，那里环境不错，清静。游湖、野炊，嘿嘿，烤鸡翅膀，我最爱吃。就这傻里傻气的模样，也能是老师说的天才？可阿拉伯数字绝非寻常人能创。还有那首《桃花庵歌》，昨天那诗写的不错，哪里抄来的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殿下，那诗确实是我抄的，只不过是从平行世界里抄来的。平行世界，你可以理解为类似梦境中的世界。从梦中世界抄诗，呵，倒是会编借口。出了京都，天命司的杀手应该会跟来吧？殿下会骑马吗？自然。那出去骑马吧，天气这么好，闷在马车里多没意思。为了引蛇出洞，我特意精简侍卫，表面如此，沿途早已布置暗手，陪他玩玩倒也无妨。两人翻身上马，疾驰间路过一座村庄。满园春色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小侯爷当着自己未婚妻的面调戏别的女子，未免太过分了。殿下是不是吃醋了？哼，你想多了。此处景色不错，既然你这么会吟诗，不如做一首来听听。殿下有旨，小子便作一首助兴。莫笑农家腊酒浑，丰年留客足鸡豚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好诗，表面是写百姓丰收之景，实则暗藏绝境逢生之意。但明显是一首七律，还有半阙，剩下半阙呢？糟了，好不容易装个逼，关键时刻掉链子。等等，好像还有点印象。箫鼓追随春社近，衣冠简朴古风存。从今若许闲乘月，主帐无时夜叩门。短短几息时间，还真让他接上了。清禅姑娘，这些是什么？少爷昨天准备了一晚上，说是用来烧烤的。这一串肉都不够塞牙缝的，有必要弄成这样？好香！这是我最爱的蜜汁烤翅，殿下你尝尝。红莲姐烤腰子大补，小丫头烤猪蹄丰胸。这味道也太绝了！小侯爷，这般烧烤手法从未见过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确实新奇美味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。嘿嘿，等深入了解，殿下就会发现我的手艺还有很多。夏清月见他笑得猥琐，感觉他话里有话，不过也并未多想。哼，又在说些不着调的话。他左右环顾四周，神色渐凝。
等了这么久，杀手怎么还没出现？难道计划暴露了？几位，要不要坐船游湖？翡月湖中心景色更俊，便宜得很。鱼儿上钩了。殿下，游湖嘛。清禅，你在岸边照应侍卫，留意四周动静。是，殿下。大叔，你不是真渔夫吧？破绽太明显了。他怎么知道？公子这话是何意？你的船确实是渔船，上面还有鱼腥味。大叔，你也会驾船，桨摇得很稳，但你毕竟不是真的渔夫，破绽还是挺多的。哦，不妨说来听听。渔夫因为风吹日晒，皮肤大多黝黑粗糙。大叔，你算不上白，但明显很少晒太阳，而且皮肤细腻了些。还有吗？大叔，你身材高大，而你这身衣服明显小了不少，应该是太过仓促，来不及准备吧？他竟如此细心，之前倒真小看他了。都说小侯爷是个傻子，今日一见，才知道天下人才是傻子。阁下是天命司的杀手。既然看出来了，还敢上船？不上船，怎么陪殿下钓你这条大鱼？狂妄！谁是鱼，谁是钩？今日便见分晓。小心，8品高手。老太君，男主送来的密信。小宁在哪里？少爷跟长公主去了翡月湖。坏了！老太君，出了何事？南处传来消息，苍庆来了大夏京都。不好，苍庆是南楚的8品高手，少爷有危险。不错，剑未脱手，小小年纪已入7品境，实在难得。废话少说，想动小侯爷，先过我这关。红莲池断剑冲出，只勉强接了几招，就被苍庆一掌震飞，跌入湖中。红莲，夏清月从怀中取出一只玉箫吹响，箫音一响，10多道黑影从湖中冲天起，撒下一张金丝渔网，朝着苍庆笼罩而去，被苍庆只用一掌拍碎。这是我提前布下的暗手，竟被他一掌破解。哼，雕虫小技。我擦，这老汉也太猛了！天命司如此行事，不怕两国开战？这不是老夫要操心的，老夫的任务就是替楚怀王杀了这个小子。长公主，让开吧！我靠，居然是楚国皇帝要跟我抢媳妇，怪不得长公主的前几任丈夫个个离奇死亡。本宫若是不让呢？不错，有情有义，这个媳妇我娶定了。长公主，你拦不住我。老师，我擦，祭酒大人这么猛，都一把年纪了，居然还会飞。殿下，带小侯爷离开。老师小心！哪里走？奶奶的，这是什么破地方？个个都是挂壁，我一个废体要怎么玩？走！两人转身朝着树林狂奔，10多名黑衣蒙面人从树后冲出。大意了，没想到还有伏兵，引蛇出洞，反中圈套。要不要运功试试？可万一走火入魔，反而害了他。夏清月护着小侯爷且战且退，这些杀手实力不俗，加上他还要带着小侯爷，根本无法摆脱杀手的追击。很快，两人再次被杀手围住。怎么办？他已经快撑不住了，都是我这个废柴拖后腿。去死吧！小心！刚才一直都是你保护我，这次换我来。别逞强了，你又不习武，很快就会被他们追上。那又怎么样？大不了跟他们鱼死网破。快放我下来，我给你垫后，你自己先逃。不自量力，自己都顾不了，你还有空管别人？你竟然能躲得过他们的剑气，难道说你竟然隐藏了实力？这才到那只是热身罢了，本来还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他们相处，没想到换来的却是嘲讽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是挂壁，我不装了。8九玄经开！他竟能修炼，这一拳起码是6品实力。你怎么回事？公主姐姐，你好漂亮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耍宝？公主姐姐，我要亲亲！糟了，失忆症发作了，偏偏这种时候犯病。杀！不要伤害公主姐姐！完了，死定了！少爷，
留2个活口，急于斩杀。不得了，少爷明明只有5品修为，这一拳竟能爆发出7品的功力。是老师？我去看看。侯府一个扫地的老头，竟是半步9品的绝顶高手，一招便重创8品强者。可这一切都晚了。萧大儒，你老了，不是我的对手，这一招送你上路。苍劲一道掌风轰出，萧云木被击中，顿时倒飞出去，重重摔在地上。住手！福伯身影一闪，瞬移到萧云木身前，同样一掌击上。半步9品，这不可能！太平侯府一个管家，怎么可能是半步9品？哼！伤我大夏祭酒，还想活着离开，把命留下！福伯欺身而上，化掌为爪，速度快到只剩残影，完全压着苍劲打。今日之仇，来日必报。该死的，就伤复发了。此时萧大儒已经不行了。殿下，老夫不行了。不会的，老师您修为高深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祭酒大人，你不能死啊！你还答应要帮我写诗呢。小侯爷，我倒是很想和你再畅饮一番。行啊，等你伤好了，我带你去逛百花楼，喝花酒。好小子，心无浪荡非君子，人不风流枉少年。你小子有前途。萧云木说着一捂胸口，猛烈地咳嗽起来。老师，我送你回去找太医。没用的，这或许是天意。这里山水不错，倒是个不错的葬身之地。等我死后，就葬在这里吧。老师，不会的。殿下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了。你虽不是老夫的女儿，但老夫一直将你当成亲女儿般看待。老师，祭酒大人，安息吧。韩宁轻轻抚上萧大儒的眼帘，心情异常沉重。他是为救我死，明明没必要的。韩宁与萧云木相处的时间虽短，但却是他的第一个知己。他是当代大儒，亦是8品高手；他是国子监祭酒，亦是一诺千金的汉子。他向往自由，但一生却有太多羁绊。他风流倜傥，但却留下了很多的遗憾。现在他终于自由了。老萧啊，你不是喜欢4大美女，喜欢我奶奶吗？现在你终于可以去弥补那些曾经的那些遗憾了。公公，您在看什么？我在送一位老朋友。送老朋友？唉，你不懂，走吧，还有很多事儿要做。祭酒大人，咱俩总共就见了2次面，却莫名投缘。你少年风流，惹下无数情债，却偏偏追求无拘无束，不愿成家，到头来成了一代大儒，也成了孤家寡人。那天喝酒时，你是后悔了吗？也许有一点吧。你小子别学老夫，老了才明白什么是遗憾。小子明白，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花落空折枝。哈哈，孺子可教也。祭酒大人，一路走好。走吧，接下来会很忙。殿下，有件事我不明白。说。楚怀王想杀我，是不想让殿下嫁给我，可曹成为何要隐瞒苍庆来京的消息，甚至还配合天命司设下圈套？我跟他没仇吧？还是说他被楚国收买了？都不是，曹成的目标是本宫，不是你。难怪围攻我们的那些蒙面杀手出手狠毒，招招都想杀了你。哼，曹成是借着天命司的暗杀，想要浑水摸鱼。这个老太监为什么要害殿下？曹成是南宫太后的人。南宫太后要害你？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我真不知道。本宫有继承大统的资格。夏皇没有子嗣，长公主不仅有继承大统的资格，而且顺位还非常高。卧槽，女帝！如果长公主继位，那本少爷岂不是要成为女帝的男人？哼，南宫太后想要扶持靖王继位，所以本宫是她最大的眼中钉。这次刺杀，楚国天命司是阳谋，而他的人才是真正的杀招。先不回宫，去侯府。是，殿下。翡月湖一战，祭酒身死，众人带着沉重的心情
回到侯府。老太君，本宫今日前来是想得到侯府相助。殿下是想争一争？本宫原本不想争，但也不能任人宰割，而且本宫必须给老师一个交代。殿下，侯府怕是帮不了你。老太君若有什么要求，但说无妨。若是宁儿娶了殿下，帮助殿下倒也无可厚非。但我听宁儿说，殿下想要退婚，既然要退婚，帮助殿下就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了。我靠，奶奶你也太现实了吧！退婚的那些话，清月收回。只要老太君肯相助，清月便嫁给小侯爷，绝不退婚。天色已晚，大家都累了一天，殿下若不嫌弃，就在侯府歇息一晚，明日再议。也好。殿下，你睡了吗？进来吧。卧槽，长公主，你要干嘛？哼，过来呀，不都是熟练工了吗？又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你还在等什么？慢着，我有话说。你想说什么？殿下，我想要你，但不是用这种方式。我想要你心甘情愿，而不是被迫。没有人可以强迫本宫。我知道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想把这件事变成一场交易。交易又如何？各取所需不好吗？当然不好，掺杂了这些太不纯粹了。纯粹？你去青楼的时候纯粹吗？其实去青楼真的很纯粹。既然觉得不纯粹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来？我是来给你送毯子的。你以为奶奶让你留下是想让你晚上陪我睡觉？难道不是这样？奶奶只是想让我们多接触，培养一下感情，但没有那么复杂的意思。你是不是不行？再敢乱说，今晚就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殿下，现在你说我行不行？你竟敢夺走本宫的初吻！刚才也是我的初吻，感情应该是纯粹的，我会等你。混蛋！今天他差点为我而死，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。不行，我必须变强，我要成为高手，我也要当挂壁。正常人都是奇经8脉，而韩宁是9脉，所以他无法练武。既然我的先天条件不足，不适配功法，那为什么不能让功法来适配我？只要修改功法，让其按照奇经9脉来运行，问题不就解决了？哈哈哈哈！我果然是个天才。少爷，你这是在干嘛呢？清禅，你咋进来都不敲门？少爷，您怕啥？您身上哪里我没见过？女色魔，我当你是侍女，你竟然图我的身子！看来翡月湖的事情对少爷打击不小。福伯都说了，他天生废体，还在这硬练。我擦，洗精法髓，而且我没失去理智，看来练对了。又过了几日，韩宁白天去国子监教书，晚上则继续玩命的试验新功法。这天傍晚，他从国子监独自回家，刚拐过一个街角，迎面就撞上了一个人。别动！虎爷，别来无恙啊！你怎么知道是我？我会算啊，小爷我外号神算子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前知500年，后知500年。呵，你要是真能算，怎么会落到我手里？因为我算到你不会杀我。说吧，找我帮什么忙？你不是会算吗？嗨，小爷也不是什么都能算得准的。官府那帮无耻之徒为了破案，诬陷说孙浩等人是我们杀的。我有几个兄弟被抓了，过几天就要问斩。哦，我能帮你什么？小侯爷，只要你能救出小人的兄弟，以后小人给您做牛做马。我家不缺牛马。小侯爷，我知道那晚暗杀你的人是谁，我帮你找出杀手，你救出我的兄弟，这样总行了吧？你怎么知道杀手是谁？我亲眼看见了。你看清了他的样子？看清了，我死都不会忘记。好，跟我回侯府一趟。回到侯府，韩宁立刻找来一名画师，让画师根据虎爷的描述，连夜绘制凶手画像。你确定长这样？错不了的，小子拿脑袋发誓，这家伙长得很白净，像个娘们儿。太监，看来我的猜测没错，就是南宫太后的人。韩宁收起画像，准备去找长公主商议，一名下人匆匆跑进来。少爷，宫里来人了，太后召您即刻入宫。韩宁在太监刘公公的带领下，来到了长乐宫的后花园。只见南宫太后身披华丽凤袍，虽已不再年轻，却依旧风韵犹存。这就是太后，保养的还挺好，都能当奶奶的人了，长得跟少妇一样。愣着干什么？见了太后还不快跪下行礼？
小子叩见太后。不必多礼，小侯爷刚刚在看什么？看太后啊！太后您不仅雍容华贵，而且看上去好年轻，好漂亮，小子看的都出神了。这小子莫不是疯了？连太后也敢调戏？小侯爷的嘴这么甜，倒是让哀家有些意外。天气正好，陪哀家走走吧。是，太后。老太君身体如何？奶奶身体很好，但已经满头白发，不像太后您还是这么年轻漂亮。哀家也已经人老珠黄了。哪有？太后您一点也不老，就像这花园里的大牡丹，开得正艳呐。韩宁说着，竟顺手摘下旁边一朵开得最盛的牡丹花。我靠！刘公公吓得差点叫出来。上次有个宫女碰掉几片花瓣，当场就被杖毙了。牡丹是富贵之花，国色天香，最衬太后。来，小子给您戴上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南宫太后不仅没有生气，反而配合地侧过身子，让韩宁将花插到她的发髻上。好看吗？会不会太艳了？好看，牡丹再艳也不及太后一分颜色。你这小子真是让哀家意外。哀家听说长公主对你不甚满意。这小子配不上长公主。说起来，长公主比你年长，还成过亲，这桩婚事确实有些不妥。女大三抱金砖，大点好，小子不介意。你是看上了长公主的美貌吧？男人啊！女子一袭素裙随风轻舞，双眉细长温婉，目如清泉灵动，鼻梁高挺，唇瓣饱满红润，整张脸宛如精心雕琢过的一般。小侯爷觉得婉儿如何？美得像花儿一样。婉儿比你小1岁，温柔贤淑。若是小侯爷肯退婚，哀家便将婉儿赐给你。小侯爷意下如何？原来在这等着我呢，想拿侄孙女换长公主，换是不可能换的，但是可以都要。婉儿给姑祖母请安。婉儿来了。给你介绍下，这是太平侯府的小侯爷。太后，我和婉儿郡主一见如故，很想深入交流一番。哼，登徒子，看来你们很投缘吗？臭傻子一个，谁跟他投缘了？姑祖母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花开满园，我听闻小侯爷在国子监当夫子，想必颇有诗才，不如让小侯爷做首诗助助兴。这丫头想让我出丑，看来她并不想做太后的棋子。小侯爷会作诗吗？会一点点。那便请小侯爷写一首，让太后鉴赏一下，千万别让太后失望啊！既然郡主有命，那在下就献丑了。有了，1片、2片、3、4片、5片、6片、7、8片。这也叫诗吗？真是一坨。这小子没有诗才，真是难为他了。9片、10片、11片，飞入花丛都不见。明明前3句就是一坨，但加上最后一句，貌似峰回路转，虽用词不甚精妙，却完全贴合此景。此诗还真是有趣，原来小侯爷还是个风雅之人。太后过奖了。婉儿也精通诗文。你们都是年轻人，喜欢花前月下，可以多接触接触。不一会，太后乏了，便让南宫婉代为送客。小侯爷，商量件事。婉儿郡主请说。不要答应姑祖母，就算你答应了，我也不会同意的。为什么？我已经有心仪的人了。哟呵，谁家公子这么幸运？哼，与你无关，你只要拒绝就行了。拒绝太后，她一恼我小命不保。何况郡主貌若天仙，哪个男人能拒绝？拒绝了这么大的损失，谁来赔？呵，卧槽！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看来是本宫打扰到小侯爷的好事了。没有，怎么会呢？长公主安，既然长公主来了，小侯爷就交给殿下了。婉儿告退。殿下，你听我解释。不想听。殿下，你真的误会我了，我是想套他的话。婉儿郡主貌若天仙，没有哪个男人会拒绝的。
你若拒绝了，这么大的损失，本宫可赔不起。殿下，我是逗他的。就算太后拿全世界的女人要换殿下，我也不会换的。还全世界的女人，你想得美！哎，未来女帝的男人不好当啊！怎么了？殿下，前面那个太监就是那夜行刺我的杀手。你怎么知道？此处人多眼杂，出宫再说。好，两人快步离开皇宫，登上侯府的马车。车厢内，韩宁掏出画像，并将阿虎的事详细说了一遍。像吗？像，至少有7、8分相似。所以我们的推测没错，上次的事跟楚国天命司没有1毛钱关系，整件事都是南宫太后一手策划的。可惜那老妖婆权倾朝野，就算知道，我们也拿她没办法。虽然暂时报不了仇，但这件事对殿下你却有大用。你是说孙侍郎？没错，就是户部侍郎孙彤。他儿子死得不明不白，京兆尹草草结案，他心里肯定不服。如果我们把真相告诉他，你说他会站在谁那边？这倒是个办法。孙彤在朝中人脉颇广，若能拉拢过来，对我大有裨益。殿下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？我答应了阿虎，要帮他救出他的兄弟。这个案子从皇城司移交到了京兆尹衙门，要救人不难，交给我吧。殿下，你真是太好了。滚！很快，户部侍郎孙彤被请到了侯爷府。孙大人不用这么看着我，令公子又不是我杀的。哼，我与你无话可说。长公主，老夫还有公务，告辞。孙大人留步，我知道是谁杀了孙少。凶手是谁？阿虎，你把那晚在破庙所见说给孙大人听。孙大人，这便是凶手的画像。此人名叫赵贤英，是长乐宫的太监，而且还是太后的男宠。仅凭你一面之词，老夫如何相信？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死的是你儿子，小爷我又没损失。你，孙大人，本宫确实想拉拢你对付太后，但绝不会拿令公子的死做文章。这些都是我们查到的，本宫相信孙大人自有判断。我会查明真相的。殿下，这下咋整？这老登好像不信咱们啊。无妨，只要将那太监从宫里抓来，逼问出口供，问题就解决了。逼问不是良策，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。司老太婆，真他娘的难伺候，还好小爷我年轻力壮，不然今晚就折在这了。谁？怎么回事？城南破庙，我怎么会在这？杀人凶手还我命来！奎、孙浩、朱全、赵俊，我不是故意杀你们的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3个白衣人影从房梁飘下，正是夏清月、红莲和青蝉乔装所扮。误会，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痛下杀手？我不是故意的，3位公子，等我醒了，一定给你们烧纸，请高僧超度。求你们莫要再纠缠我了。孙大人，你都听见了吧？长公主，小侯爷，是你吗？杀人凶手，还我儿命来！你敢？我是太后的人，识相的就放了我。太后每晚都要奴家伺候，少了我，太后连觉都睡不安稳。孙大人，你掂量掂量。动我的代价，你付得起吗？我，马德真墨迹，跟着小白脸废什么话？孙大人，我来帮你。你敢？不是我，是你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不小心。狗太监还敢瞪小爷，死吧你就！卧槽，这个太监把儿还在。处理干净点。别处理太干净了，留个卷款叛逃的痕迹。还是你肚子里的坏水多。太后，人找到了没？刘公公知道太后问的是赵贤英，苦着脸回道：应该是逃出宫了，房间里的银子和贵重物品都带走了，都是喂不熟的贱骨头。要不要让皇城司去州拿？不必了，一个小太监跑了就跑了吧。
闷得很，陪哀家出去走走。那侍卫过来，叫什么名字？回太后，小子高义。多大了？娶媳妇了吗？回太后，小子刚满18，尚未娶亲。把裤子脱了。公公，你要做什么？放心，只是检查一下。不错，有些本钱。换上衣服，跟我走。太后，奴才将小高带来了。有机会伺候太后，是你的福气，给咱家小心着点。是，奴才一定好好伺候太后。把衣服脱了，上床来，真是个好孩子。陛下，窗边风大。曹公，你来了。陛下，老奴已将人顺利安排到了太后身边。我知道，朕今日已经见过了。太后如此荒唐，不仅辱没皇室颜面，更让朕心寒。陛下，如今太后频频向朝臣吹风，想立靖王为储，局势已越来越危急。长公主因萧大儒之死已有争雄之心，陛下何不与他联手？还不是时候。朝中大半势力被太后把持，仅凭长公主和侯府难以抗衡。况且朕身边全是她的眼线，贸然与长公主接触，必然暴露。朕还有多久？怕是难以支撑1年。老奴无能，看着陛下受尽委屈，却不能为陛下分忧。曹公，你已帮了朕很多，整个宫中只剩你还忠于朕。老奴受先帝所托，即便死也会守护陛下。朕时日无多，无论如何也要守住大夏江山，朕也只能依靠曹公你了。陛下放心，只要皇城司还在老奴手中，老奴就一定能阻止太后和靖王。3天过去，韩宁已经将8、9玄经迭代了好几个版本。此时的他容光焕发，感觉一拳就能打死一头牛，就是看东西有些重影。韩宁觉得是实力突飞猛进后导致的身体不适应。灵音妹妹，你吃饭了吗？我是你福伯。抱歉啊，福伯，我最近改了下功法，身体有点怪怪的。少爷，您糊涂啊！擅自修改功法，轻则走火入魔，重则爆体而亡。快运功给我看看。好。韩宁立刻盘坐下来，运转改进后的8、9玄经。我靠好强的内力，明明只有5品修为，竟爆发出7品的真气。不好，要爆炸了！福伯，怎么回事？少爷，你的路子改对了，但身体太孱弱，承受不住。那有什么办法解决？很简单，炼体，锤炼体魄。福伯，这真的靠谱吗？我怎么感觉我有点熟了？忍着点，锤炼体魄就是要忍常人所不能忍。好吧，我忍，受不了了。少爷，要不算了吧，当废物也挺好的，没必要没苦硬吃。不行，我要成为高手。那少爷您加油。晚上凉，我给您再多添把柴火。就这样过了10几天，韩宁的身体强度明显提升，堪称脱胎换骨。叔父，我感觉我现在能打10个。为时尚早，记住，这1个月不能近女色，否则前功尽弃。福伯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少爷，你也没问啊。吃完早饭，如往常一样来到国子监。殿下想什么呢？皇兄已经让靖王辅政了。那又如何？让靖王辅政，就意味着皇兄有意让靖王继位，我的机会渺茫了。只要没下诏书，就还有机会嘛。其实本宫追求的并非皇位。我知道殿下是不想看着大夏衰落，殿下想要用自己的力量做出改变，想让大夏变得国富民强。本宫心下自然不能看着大夏衰落。另外，老师不能枉死，这个仇我必须报。殿下，朝中突发大事。何事如此惊慌？回殿下，前夜300万两税银在京郊被劫。
什么？谁这么大胆子，连朝廷税银也敢劫？不知道，所有衙门都在查，连皇城司都出动了。坏了，朝廷被太后把持，官员贪腐成风，国库早已入不敷出，300万两税银不是个小数目，此案若不追回，恐怕动摇国本。殿下，别皱眉了，要不我去查查。你去查。殿下，你这是什么眼神？看不起我？虽然没查过案，但韩宁自幼喜欢看侦探小说，还有各种侦探剧，小小的税银案唾手可破。为了殿下，我决定7日之内破了税银案。皇城司倾巢而动，至今没有头绪。你只用7日，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我要是找到了，殿下怎么奖励我？哼，你想要什么，本宫便给你什么，毫无保留。好，殿下，洗干净了等我。殿下，你真让小侯爷去查啊？他若能找到税银，可以提升本宫在朝中的威望。可是小侯爷靠谱吗？反正我们也要查，你去陪小侯爷一起行动，别让他闹出乱子。我明白了，殿下。1刻钟后，韩宁带着红莲策马出城，奔赴案发现场。董大人，我们奉长公主之命前来调查税银案，董大人可否说说案情？税银是从东海运来，由东魏卫镇押送，前夜饮水被下药，兵马昏睡，300万两税银不翼而飞。魏镇自知难逃一死，带着一队心腹逃了。劫匪是什么人？猜测是青历山的山匪所为。不是山匪，山匪没有这胆子。那小侯爷的意思是？走上山看看，这条河的下游是不是流入京都？这是京月河，有分支流入京都，接入忘忧河。这就对了，劫走税银的多半是监守自盗。监守自盗？对，运送路线是机密，外人难知，兵不血刃劫走必然是自己人。小侯爷真是让在下刮目相看。税银既没被运走，也不在这山中，他在京都城内。怎么可能？陆路运走痕迹太明显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走水路，到这里才下手，是方便从这条河运入京都。董某也曾怀疑水路，早已派人暗中调查，只是未向外透露。小侯爷果然精明。要想运送300万两白银，肯定需要大船。京都的大船工部都有记录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工部查，而来这里？这里风景好又凉快，红莲姐姐不喜欢吗？少跟我嬉皮笑脸，快说，到底为什么？红莲姐，查案得反过来思考，主谋会想到我们去查货船，所以不会用记录在案的船只。原来如此，用小船分开运送，这就难查了。不急，我们沿途问问。两人沿途一路来到渡口，很快便看见一条热闹的街市。虽然已经天黑了，但有一栋小楼还在开门营业。公子，进来玩啊！咦，这不是小侯爷吗？您好久没来了，快进来！松开你们的爪子！哟，你谁啊？还管着我们家小侯爷？再敢胡说，我割了你们的舌头！哇，杀人啦！这就是你查案查到青楼来了。红莲姐，误会！你现在是殿下的男人，不准再来这种地方。如果被我知道你偷来，我阉了你！姑奶奶，别冲动啊，这可是你家殿下后半辈子的幸福。韩宁回头看了眼百花楼的招牌，再过几天百花楼就要举办诗词大会，被这母老虎管着，我还怎么来？小姐，他们也是在调查。他查他们的，这不关我们的事。我是怕京都盘查太严，会影响我们的计划。使臣到哪儿了？已过洛河，最快3天入京。我知道了，不必理会税银的事，计划照旧。可小姐，您刚才说选定韩小侯爷，他如今与长公主有婚约，半年都没踏足百花楼了，怕是不会再来了。如果我能让他在诗词大会中夺魁呢？以小姐的美貌，只要是个男人都会来。那便不用担心了。怎么会呢？300万两白银运上岸后凭空消失，货船、人手、车马藏匿点全无线索，这绝非普通人能做到。少爷，有人跟踪。公的母的？母的。那没事了，出来吧，本少已经发现你了。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小侯爷。长得还挺漂亮。姑娘找我有事。我家小姐想与您一叙，不知小侯爷是否方便？你家小姐是哪位？你去了便知，我家小姐就在忘忧河边。忘忧河边，说不定有税银案的线索。带路吧。小侯爷，请，还请清禅姑娘在外面稍等。那不行，少爷，对方来历不明。
放心，京都没人敢动我。在下到了，小姐人呢？小侯爷，请稍等，容奴家换身衣裳。卧槽！小侯爷不认识奴家了。没想到是花魁娘子，在下倍感意外。小侯爷是百花楼的贵客，以往是霓裳怠慢了，今日特意邀小侯爷游湖，以表谢意。婉姑娘相邀，应该不只是游湖这么简单吧？不瞒小侯爷，奴家有一事相求。3天后，百花楼举办诗词大会，奴家想邀请小侯爷参加。不对劲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肯定有诈。婉姑娘，在下胸无点墨，怕是难当大任啊。小侯爷放心，奴家已备好诗词，您到时候只管照着念，魁首必然是您的。写的确实不错，可是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万一有人写的比这更好呢？规则是奴家定的，谁写的诗词好，谁赢谁输，最终还是奴家说了算。那我就好奇了，你咋就看上我了？小侯爷家世显赫，风流倜傥，一表人才，不必妄自菲薄。原来我这么优秀。你就是个草包，也就出身好，不过长得确实还行，最多算个绣花枕头。婉姑娘，如果我赢了，你真会把你的初夜给我？当然，奴家也想找个依靠。既然如此，那先给点利息。你干什么？碰都不让碰，还说把初夜献给自己，真当小爷是傻子吗？奴家虽是风尘女子，但一向洁身自好，从未让人如此轻贱过。呵，还演上了，看谁演得过谁。抱歉啊，婉姑娘，你太美了，我没把持住。那小侯爷，你能善待奴家吗？当然，若能得到你的身子，我一定照顾你一辈子。奴家今日不方便，等3天后诗词大会结束好吗？好，我等你。哼，傻子果然好骗，不妨再给他一点甜头。对了，小侯爷可是在为长公主查税银案？你怎么知道？我那天看见你们在河边调查，就猜到了。婉霓裳可有线索？你可以查一下礼部侍郎李儒，那天晚上李大人在百花楼包了间房，行为举止十分怪异。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？大概寅时左右，离天亮还早。寅时3刻，凌晨5点左右，时间完全能对上。婉姑娘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，要是破案了，我记你一大功。我先走了，3天后再见。该死的混蛋，竟敢夺老娘的初吻！小姐，是不是被那小色批占了便宜？没事，为了殿下，一切都值得。婉霓裳的话不可全信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李儒这个人都值得一查。少爷，刚从宫里传来消息，楚国使臣明日便要抵达京都了。楚国使臣，他们来干什么？联姻案，长公主原本是要嫁给楚怀王，却阴差阳错与少爷定了婚约，这联姻人选自然就得另换了。来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楚国3皇子楚风，还有龙骧卫副统领谢坤。敢在睡银被劫这个节骨眼上来时，这未免也太凑巧了。次日，楚国使臣入京，让开，都靠边站。听说来的是楚国3皇子，好大的阵仗。你看，带头迎接的不是南宫家的安远伯和礼部的李侍郎吗？他们要将楚国使团接去哪？鸿胪寺啊。鸿胪寺隶属于礼部，而礼部侍郎正是李儒。马德，我明白了，税银就藏在鸿胪寺。走，不查了，去国子监。果然还是那个少爷，干什么事儿只有3分钟热度，除了晚上的事儿。婉霓裳，这女人也对楚国使臣感兴趣。上次讲到哪里了？小夫子，出大事了，你怎么还有心思上课？什么事啊？小夫子，我姐姐要被人泡走了。谁把你姐姐泡走了？还能有谁？就是那个楚国3皇子楚风。楚国3皇子，他不是才来夏国吗？是啊，他对我姐一见钟情，刚通过我爹的关系，约我姐姐今晚有时在忘忧河见面，等会儿我们去搞破坏。这不太好吧？什么不太好？万一姐姐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，你难道真的想看着姐姐被别人抱在怀里吗？这不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吗？不行，本少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。和那个映雪啊，来跟姑父细说一下，他们约会的地点具体在哪？
两国邦交，不来都不行啊！婉儿姑娘果然像仙子下凡，不知在下是否有幸能邀姑娘上船一叙？三皇子请自重。三皇子，你干啥？耍流氓呢？你身为客人，却在我大夏京都强逼民女，是谁给了你这么大的胆子？我大夏的礼仪不是让你用来欺辱我大夏女子的。说得好，什么狗屁皇子，滚回你们楚国去！就是，太欺负人了。小子，你是谁？我是你小爷。放肆！来人，给本皇子狠狠的掌嘴！谁敢？有刺客要行刺本皇子，快点拿下！若是反抗，格杀勿论！三皇子，你快让你的手下住手！婉儿姑娘，你且退后，等我将这刺客拿下，再与你一叙。我允许你装逼了吗？少爷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？厉害？妈的，我都还没用力。经过福伯调教后的韩宁已是脱胎换骨，收拾楚风这样的弱鸡，有手就行。臭小子，敢伤我楚国三殿下，今日留你不得！住手！我擦，这老太监好猛！哼，谢统领在我大夏京都当街行凶，是不是太不把我们皇城司放在眼里了？谁敢动我这儿？二叔，小宁莫慌，今日有你二叔在，谁也伤不了你。匹夫，是你动的手，是又如何？很好，敢动我侯府的人，二爷今天就教教你做人。这就是太平侯府的莽夫韩二爷，从不讲道理，只讲拳头。有人说他鲁莽，有人说他霸道，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只要他拿起那杆枪，就算是九品高手也敢碰上一碰。狂妄！我倒要看看你这莽夫有几分本事。曹公，韩二爷才7品，怎么会如此强悍？这韩二爷战斗天赋之高，足以与杨大统领媲美。韩家这是有意要露了露实力了。给我趴下！二叔牛！匹夫，服不服？你们，韩二爷，大家不打不相识，此事就此接过吧。哈哈哈！曹公说的是，就是这个对手弱了点，没打过瘾。送三皇子和楚国使臣回鸿胪寺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为了南宫家的姑娘跟人打起来了。殿下别误会，我其实是去查案的。满口胡言，我信你个鬼！殿下，我说真的，税银案我有重大发现。什么发现？我怀疑被劫的300万两税银就藏在鸿胪寺。韩宁将自己从婉霓裳那里得到的线索，以及对李儒和鸿胪寺之间关系的猜测，告诉了夏清月。好，婉霓裳那边你继续跟，其他的我去追查。嘿嘿，这下可以光明正大参加诗会了。怎么样？少爷，都搞来了。这是清心玉露丸，可以解毒；这是迷魂散，无色无味；这是忘忧散，服后跟醉酒一样；这是回阳水，可以壮阳持久。我没说买这个吧？备用，备用，迟早用得上。完了，这丫头已经被我同化了。百花楼誓词大会就在明晚，为了防止婉霓裳上手段，韩宁做足了准备。哼，婉霓裳，你会把初夜献给我，我信你才有鬼。第二天晚上，诗会如期举行，百花楼内人山人海，座无虚席。小侯爷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特地给你留了位子。还是王大少，你够意思。嗨，好基友，一辈子，跟我还客气什么？小侯爷到了吗？已经到了，和王宝宝坐在一桌。侯府可有派人监视？进来的肯定没有，但外面人多眼杂，不好说。不过小姐放心，晚上的事儿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更衣吧。快看，花魁娘子来了！让诸位公子久等了。一个媚眼，瞬间让韩宁的心率飙升到520。妈的，这女人果然是冲我来的！感谢诸位来参加百花楼的诗词大会。今晚不论何人夺得诗魁，奴家都会服侍他一夜。今晚也是奴家的初夜。婉姑娘，请出题吧。花魁娘子，我一定让你满意。就你，连小红都不满意。人多嘴杂，几个老色批调侃起来。诸位公子莫急，奴家一共准备了3道题。
第一题，思念家乡为主题；第二题，守护疆土的边塞诗。作答时间为1炷香，请公子们抓紧时间。题目刁钻，在场大多都是京都的贵族，从未离开过京都，并无思乡的感触，更别说写边塞诗了，一个个抓耳挠腮。小侯爷，你怎么不去试试？我不是不好写，我是故意想让你这个小妖精挤一挤。这个蠢货，不会把诗都给忘了吧？直到第二题檀香快要燃尽，韩宁才慢悠悠起身。哟，这不是傻子小侯爷吗？原来小侯爷也会写诗啊！傻子要是会写诗，猪都会上树。千万别受影响，要是气糊涂忘了诗句就完了。韩宁不为所动，一气呵成写完，放下笔后，目光凌厉地扫过众人。我韩家守护大夏100年，先祖裴高宗皇帝征战天下，爷爷守护北境，将蛮王大军拦在塞外，父亲为国捐躯，战死沙场。你们写边塞诗，配吗？这般气势，这般言辞，这真是个傻子。小侯爷骂得好。紧接着婉霓长出第3题，主题是思念情郎。这次的韩宁不再藏拙，直接第一个写完，引得周围的人冷笑连连，都等着看他笑话。时间到，接下来是评选环节。为了保证公平性，丫鬟将诗作匿名展示。写的什么狗屁玩意儿？让你写思乡，你写小芳，这怕是小侯爷的手笔吧？哈哈哈！啊，对，这傻子，别坏了我大事。第一首被 pass 掉，丫鬟展示出第二首，同样被淘汰，一连淘汰了7首，终于出现了一首精品。我靠，这是月夜异乡，戍鼓断人行。边秋一雁声，露从今夜白。月是故乡明，有地皆分散。无家问死生，寄书长不达。况乃未休兵。何其有幸，我竟然亲眼见到一首绝世佳作的诞生。天才，这简直就是天才。想不到这大厅里面还有这样的高人。这首诗写得太好，看来第一题韩宁要输了。好在后面还有2题。第一题以月夜异乡完胜，紧接着丫鬟展示第二题最佳诗作《关山月》。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渡玉门关。好大的气魄！此诗一出，谁与争锋？这首《关山月》是可以流传后世的佳作，其他的诗根本没法比。服了，我王二狗彻底服了。婉霓长脸色愈发难看，这首《关山月》的水平远超他的准备，就算小侯也写了他那首，也无法与之媲美，硬选就是明着作弊。失控了，计划完全失控了。小兰，去准备一下，换第2套计划。是，小姐。嘿嘿，这女人急了，看来是另有准备。紧接着是第3题评选，诗作被一一取出展示。哈哈，让你写思念情郎，你写调戏姑娘，不合主题，淘汰定了。尼玛，写的什么鬼？赶紧抬下去！卧槽，人才啊，笑死我了！第3轮诗多，奇葩诗也多，逗得众人哄堂大笑。婉霓长注意观察着每一首诗，依旧没有看到他给小侯爷准备的诗词。这小子是不是故意耍我？再蠢也不至于连4句诗都记不住吧？好诗。月夜异乡，相见时难别亦难。东风无力百花残，春蚕到死丝方尽。蜡炬成灰泪始干，晓镜但愁云鬓改。夜吟应觉月光寒。字字泣血，句句诛心，这是何等佳作啊！岂止是佳作，此诗登传千古，这到底是谁写的？到底是哪位兄台有如此大才？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。这诗仿佛在写我的心境，难道我的身份被人发现了？我去，这3首诗的字迹好像……哪里是像，根本就是一样。我去啊，该不会这3首诗都出自同一人之手吧？京都诗才虽多，但如此短的时间写出3首这样的名篇，绝无可能，多半是巧合。婉姑娘，快点揭晓答案吧。小兰那边已经准备好了，小姐不用担心，揭晓答案吧。韩宁，傻子小侯爷，还是韩宁？开什么玩笑，还是他。婉霓长揭开第3首，继续露出韩宁2个字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
就算是他写的，也是作弊抄来的。可这3首诗以前闻所未闻，上哪抄去啊？我操，小侯爷，这3首诗真是你写的？没错，正是在下。诸位公子，承让，承让。婉姑娘，我没让你失望吧？小侯爷，你让奴家很是惊喜呢。娘子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那就随奴家上楼吧。韩宁一把搂住婉霓裳的纤腰，在满堂羡慕嫉妒恨的目光中上楼。婉姑娘为我。小侯爷做的诗真是让奴家大开眼界，特别是那首《情丝绕》写得真好。嗨，我哪会写诗，都是我抄的。抄的？3首都是抄的？对，3首都是抄的，婉姑娘不会介意吧？我就知道，这个纨绔要是能写诗，猪都会上树了。娘子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们还等什么？长夜漫漫，小侯爷莫要心急吗？还跟我演，有趣。婉姑娘，你不是大夏人吧？小侯爷何出此言？你出的3道题，思乡、边塞、思念情郎，我以为婉姑娘来自异国他乡，还在家乡有一位情郎呢。小侯爷说笑了，不过是随手出题罢了。时辰不早了，奴家先去洗个澡，小侯爷且在此等候。有破绽，这女人不是夏国人，8九不离10。小侯爷去床上等奴家哦。迷魂香，果然有诈。小侯爷，奴家来了。小侯爷，成了。小姐，走。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的目标到底是谁。见过3殿下。亮明身份。你们是谁的人？天命司只听命于欧阳大人。既然是天命司的人，找本皇子何事？我们得到重要消息，想要当面通知殿下。什么消息？事关机密，只能告知殿下一人。楚风已经完全信任了2人，示意让谢坤退开。殊不知，此时的婉霓裳已经蓄势待发。说吧，何事？殿下，事关。糟了，有护心镜！我操，救驾！哼，跳梁小丑。小姐，快走！小兰，去死吧！小心！给我抓住他们！谢统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属下的职责是保护殿下安全。哼，你是怕得罪我大哥吧？也罢，那女人已受重伤，就算你不追，她也逃不掉。小侯爷，是你？没想到吧，我就喜欢看你这一脸惊讶的小表情。他们追上来了，你快丢下我，先走吧。那怎么行？你答应我的处子之身还没给呢。你背着我逃不走的。你是天命司的人？没错，我就是你们大夏人口中的楚国细作，要是被抓住，会连累你的。放心，你是我的人，今晚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少爷，这边。快走！为什么救我？我是楚国细作，你该杀我领赏。楚夏之争与我无关，重要的是缘分。你选了我，我便不能见死不救。可我选你只是为了掩人耳目，且觉得你蠢。真选个蠢的，你今晚早死在谢坤剑下了。谢谢。我问几个问题：第一，为何要行刺你们3皇子？楚军之争。第二，前些天300万两税银在青历山被劫，与你们天命司有没有关系？没有。飞鱼湖刺杀长公主呢？据我所知，收买仓庆的是大夏人，与楚国无关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在楚国的心上人是谁？是不是指使你行刺楚风的人？这个你没必要知道。婉姑娘，不论那个男人是谁，我劝你别被他骗了。真在乎你的人不会让你冒险。你休胡说，殿下才不会骗我。果然是个傻女人，我只是略微一击，她就把什么都说了。她是不是说完成任务就接你回去，还说会娶你？与你无关。猜中了，真是胸大无脑。你言尽于此，信不信在你。少爷，天快亮了，就在这下吧。尽快出城，别耽搁。你真的放我走？不然啊，我们又无冤无仇。对了，你还欠我一个初夜，但你这身子太虚弱，现在肯定承受不住。若是有机会，下次吧。小侯爷，珍重。这一吻，就当是你救我一命的报答。少爷，你就这么放他走了？不放走怎么办？他是楚国天命司的人，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，还会连累本少爷。我们也走吧，回百花楼。
董金刀，你干什么？小侯爷，婉姑娘呢？咦，人呢？方才还在床上，我怎么睡着了？大人，房间里没有其他人。迷魂香，原来如此。小侯爷，麻烦跟我们回一趟皇城司，协助调查。调查什么？小爷我逛青楼犯了哪门子法？据可靠消息，百花楼是他国细作的卧点，在下奉命前来查封，所有人全部都要押回皇城司审问。放心，不会为难你。不去，我要回家。带走。救命啊！董大人，有话快点问，我时间很宝贵的。昨晚上楼后，你和花魁娘子婉霓上都做了些什么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还能做什么？你们上床了。董大人，你这叫什么话？不上床怎么打扑克？打扑克就是男女之事，其实不上床也行，但床上舒服一些。可这些就不用说了。那这扑克你们打了吗？没有，他去洗澡，我喝了点酒，等他洗完，我都睡着了。好，没事了。小侯爷，我派人送你回府。嘿嘿，不愧是我，一番说辞毫无破绽。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董大人，借你宝地一用。殿下请便。小侯爷，花魁娘子的滋味如何？误会，昨晚是误会。殿下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红莲加法伺候。是，殿下。救命！谋杀亲夫了！他怎么被抓了？殿下，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做，你要相信我。那样的美人儿，本宫见了都有些心动，你忍得住？我当然忍得住，因为他是楚国天命司的人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知道他想利用我，但不知道他的目的，所以才配合着演了一下。不重要了，被皇城司抓住，他死定了。殿下，你能不能救他一命？你让本宫救你的小情人。可是我过分了，殿下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红莲，派人盯着他，免得他去劫狱。是，殿下。少爷，你要劫狱？我又不傻，皇城司有重兵把守，我拿什么劫狱？那少爷，你在画什么？地图，我在查税银案。少爷的意思，税银藏在鸿胪寺。没错。可是长公主已经查过了啊，里面根本没有税银。不，还有地方他没查到，比如楚国使团住的院子。红莲姐有事。小侯爷刚得到的消息，明日午后婉霓常问斩。来不及了，本想找税银立功赎他，怎么会这么快？殿下让我转告你，不是他不肯救，而是他救不了。婉霓常是楚国细作，陛下与众臣绝不会答应。我明白，但殿下说了，虽然不能救他，却能让你去见他最后一面。殿下不生气？相比于生气，殿下他更不想让你留遗憾。待我谢过殿下。去吧，都安排妥当了。我样子是不是很丑？不丑，婉姑娘，我帮你梳梳头，是不是受了很多苦？还好，我怕痛，都招了。除了我们的事，没连累你吧？没有，放心。小侯爷，你是不是对每个女子都这么温柔？你是说我风流好色吧？你跟他们不同，百花楼的男人只贪美色，但你会真的关心人，不是那种虚情假意。也许我演技好呢。连我都被骗了，算你厉害。小侯爷，这次该你喂我了。乐意效劳。慢点。小侯爷，我有点冷，能让我靠靠吗？这是我最后一餐了吧？对不起，我救不了你。你能来看我，霓裳已经很开心了。我能做的不多，婉姑娘，你还有什么心愿未了吗？要不要再亲我一次？还好吗？看见殿下好多了。好，那走吧。殿下，这是要去哪？你不是怀疑税银藏在鸿胪寺吗？楚国使臣已经走了，我们去搜一搜。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刚走没多久，应该快出城了。怎么了？不能让他们出城，必须马上拦住他们。跟上。三皇子，愿两国永结秦晋之好。那是自然。等一下。小侯爷，你拦路是何意？难不成因为上次的误会，还要找本皇子的麻烦？
你说对了，我确实是来找麻烦的，只不过与上次的事无关。放肆！三皇子代表楚国，影响邦教，你担待不起，还不快让开！李大人好大官威，可惜今日之后，李家怕是要在京都除名了。混账！把他给我拿下！住手！老婆，你有点慢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帮你找到了税银，就藏在这些马车里。殿下，莫要听他胡说八道，这些是陛下给楚国的回礼。回礼？我看你是想借通关文书，把税银光明正大的送回楚国才是真的吧？你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血口喷人？搜一下便知。搜？我倒要看看谁敢！让开！不让又如何？哼！长公主，你要在大庭广众下搜查我国车队，是想羞辱楚国吗？殿下此举会影响两国邦交，还请三思。一切后果本宫承担。红莲，仔细搜，一辆都不许落下。你敢？我楚国尊严不容践踏，想开战尽管动手。事关重大，你有几分把握？殿下，相信我。搜，阻拦者格杀勿论。都给咱家住手！三皇子、长公主何事大动干戈？还是问问你们的长公主吧。本宫怀疑师姐的税银藏在使臣的车队之中，准备搜查一下。殿下，小侯爷信口雌黄，您怎么能听信一个傻子的话？啊，长公主，你欺人太甚！小侯爷乃是本宫的夫婿，你侮辱他，就是在侮辱本宫。这次只是小惩大戒，再敢多嘴一句，后果自负。老婆霸气，好霸道的女人，难怪父皇对她念念不忘。董金刀，将所有马车都给我搜一遍。我看谁敢！皇城司办案，尔敢阻拦，找死！我去，这老太监的实力深不可测，恐怕和福伯有一拼。谢统领，让他们搜，本皇子会向他们皇帝讨个说法。不行，今日谢某就算战死，也要维护我大楚尊严。我擦，这谢坤发什么疯了？平时也不见他这么大义凛然啊！曹公，是丢失的税银，将李侍郎和鸿胪寺的官员全部拿下，封锁城门，扣留楚国使臣，等待陛下发落。殿下如何？税银已清点，正好300万两，一分不少。陛下是如何处理的？楚风一口咬定税银与他无关，说所有回礼都是礼部交付的，箱子封条完好，从未开封。这小子倒是不蠢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皇兄拿他没办法，只能先将他们软禁在鸿胪寺。李儒和那些涉案官员都关进了皇城司大牢。殿下，参与此事的绝不止礼部，李家应该不是主谋。具体的还在查，这次能追回税银，你是首功。等事情平息，我会向皇兄为你请功。功劳什么的我不在乎，能帮到殿下就好。韩宁本想用这次的功劳换取婉霓裳一命，可他差点偷走300万两税银，陛下怎会饶他？婉霓裳啊，婉霓裳，难道这就是天意？第二天清晨，韩宁一夜没睡好，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个即将被问斩的女人。他正准备去公主府打探消息，刚出大门就迎面撞上了董金刀。董大人，瞧啊！小侯爷，在下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烦请小侯爷随在下去一趟皇城司，曹公公有请。那我可不可以不去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曹公公说了，只要小侯爷早点到，那位婉姑娘说不定还能活。走！这小子迟早要栽在女人身上。曹公，小侯爷带到。曹公公，你说婉姑娘还能活，不知此话是何意？在说这件事之前，老奴要告诉你另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昨夜李儒及其鸿胪寺的10几名涉案官员全部在狱中自杀了。呵，这样一来就死无对证了。曹公，您是不是太失职了？昨晚还有一个人也死了。谁？楚国三皇子楚风。怎么死的？毒发身亡。鸿胪寺有重兵把守，他怎么会中毒？昨夜守卫鸿胪寺的城卫兵被撤走，换成了禁军。卧槽，禁军是太后的人。小侯爷，想明白了吗？
如果我猜的没错，税银案是安远博策划的，现在事情搞砸了，一旦李儒把他供出来，通敌卖国的罪名坐实，就算是太后也保不住他。不错，继续说。太后为了保住南宫家，只能杀人灭口。想来昨晚那10几名官员并不是自杀，而是曹公公您下的手吧？老夫就知道侯爷的孙子怎么可能是个傻子，哈哈。还有吗？有。曹公公虽然听从太后的命令，但并非真心效忠他。何以见得？曹公公在城门口果断拦下楚国使臣，便能说明问题。这是无奈之举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以小侯爷的聪明才智，应该能明白。但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太后为什么要杀楚风？她已经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，杀他等于引火烧身。你就没有想过，楚风不是南宫家杀的，是被他自己人毒死的。楚国内部皇子之间的斗争。小侯爷果然聪明。既然这样，曹公公今天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婉姑娘的生机又在哪里？楚风死了，大夏总要给楚国一个交代。太后的意思是将楚风的死按在婉霓裳的身上。嫁祸？没错。他是楚国细作，又有刺杀楚风的前科，只要他认罪，大夏就可以把他当作凶手送回楚国。虽然九死一生，但终究保留了一线生机。所以曹公公是想让我去说服他？不，他会同意的。老奴找你是为了另外一件事。太后要派一个人出使楚国，一是护送楚风的尸体和凶手婉霓裳，二是向楚国解释死因，避免两国开战。太后总不会要派我去吧？太后指定了小侯爷。尼玛，老妖婆，这是要弄死我吗？